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星夜。今天的影片让我们把时间拉回6600万年前，重新审视一个颠覆想象的问题：恐龙是羽毛覆盖的巨兽？揭秘电影《侏罗纪世界》与考古发现。这个话题一直是古生物和生物学家热烈讨论的焦点，也激发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。本集故事，我们将以科学为基础，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恐龙是羽毛覆盖的巨兽，为您层层抽丝剥茧，揭开考古的真相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准备好展开一场跨越1年的探索之旅了吗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近30年的研究颠覆了我们对恐龙的传统印象。科学家发现，许多恐龙并非冷血爬行动物，而是具备高速代谢的温血生物。它们的羽毛不仅用于飞行，更像是御寒的外套、炫目的装饰，甚至可能具备社交与沟通的功能。2022年，电影《侏罗纪世界》统霸天下，首度呈现披着羽毛的恐龙，引发观众热议。恐龙真的是巨大版的鸡吗？而随着《侏罗纪世界》重生的上映，羽毛恐龙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我们将带您从化石的微观结构出发，探索古气候、演化工程，并深入羽毛如何启发现代科技与材料设计，也将回顾电影中的恐龙形象，对照科学实证，揭示荧幕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落差。本集专题故事让我们透过科学、物理、考古与地质的多重视角，一同深入解析羽毛恐龙背后的神秘面纱。自1996年以来，中国辽西泽田盆地陆续出土了多具带羽毛的恐龙化石，仿佛替达尔文的进化论补上一笔跨越时空的证词。透过电子显微镜分析，科学家在兽脚类恐龙骨骼周围发现纤维状角蛋白，证实是原始羽轴与羽肢。羽毛中铁离子与黑色素颗粒的排列，甚至让我们重建出它们的羽毛颜色。这些发现证明，鸟类不是恐龙的旁支，而是它们的直系后代。演化树显示，始祖鸟与小盗龙都属于须骨龙类，彼此关系远比与蜥蜴亲近。羽毛的出现起初未必是为了飞行。从空气力学来看，羽绒能在体表形成边界层，减少热能散失；羽干则兼具轻量与高韧性，提供类似碳纤维的结构优势。这样的设计后来启发了航太工程上的仿生应用，甚至显微实验显示，羽毛表面钙磷化物可反射红外线，相当于内建调温功能。如果以现代鸟类的心跳推估，小盗龙在追猎时每分钟心跳可达500下。换句话说，如今在公园里抢面包的麻雀，其实是白垩纪掠食者的存活形态，颠覆了我们对恐龙笨重迟缓的刻板印象。在中国热河地层中，一具长达9公尺、重约1.4公吨的兽脚类化石，横卧实验室，它就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羽毛恐龙——华丽羽王龙，又称为羽暴龙。它生活在白垩纪早期，当时这片的区年均温仅5到8摄氏度，远非我们印象中热带恐龙世界。这头巨兽覆盖着长约20公分的丝状羽毛，如同射牛般形成厚重的毡毛外衣。热传分析显示，若失去羽毛，夜间它的体温会流失30%以上，恐无法存活。羽毛不仅保温，还可能在白雪或火山灰背景中提供拟态能力，协助掠食或躲避敌人。电脑模拟指出，羽毛密度与体表面积成次方比例，这种缩放定律让体型庞大的它能有效维持体温。此外，骨头中的氧同位素显示它会季节性储存脂肪，调整身体惯性，有助于提高稳定性。地层中的火山灰寒流曾引发短期冰期，羽暴龙透过换羽周期调整保暖效果，展现惊人的适应力。它是寒冷世界里的巨型实验，证明羽毛不只是生物的外衣，更是生存关键。时间来到1998年，尾羽龙的化石改变了我们对羽毛功能的理解。它拥有清晰排列的羽毛，沿第2指展开，却因手臂短、胸骨缺乏龙骨突而无法拍翅飞行。这显示羽毛最早可能是为了展示或保暖，而非飞行。相比之下，小盗龙的飞行潜力更高。它具有4翼结构，
前肢、后肢和尾部都附有羽毛。风洞实验显示，这种设计在弓角10度时可提供更高的升阻比，滑翔距离达30公尺。然而，主动飞行需要高能肌肉输出，以雏纯为模型，小盗龙胸肌可能仅产出每公斤100瓦功率，仍不足支撑连续拍翅。它更像能短距滑翔的飞鼠，而非鸟类。流体力学模拟显示，伪善羽毛能创造涡环，提升俯冲稳定性，而羽片表面反射红外线的能力则有助夜间隐蔽。自然设计的巧思早已超越单一功能，成为多面向的生存工具。2016年，科学家在缅甸克钦邦发现一块透明琥珀，内含一段小型飞鸟恐龙的尾巴与完整羽毛，这是中白垩纪约9900万年前森林生态的珍贵切片。羽毛具清晰的羽轴与羽枝，羽片边缘微卷，显示在包埋前尚未完全角质化，保存状况近乎奇迹。同步辐射 X 光断层扫描与拉曼光谱检测揭示，羽毛中部分角蛋白链仍保有贝塔折叠结构，挑战了生物大分子难以超过数千万年保存的传统假设。碳氢同位素分析进一步指出，包埋可能在数十分钟内完成，迅速隔绝氧气与水分，为长期保存创造关键条件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质谱仪检测到羽毛中含有疑似真菌酵素的蛋白残留，暗示恐龙可能曾与共生为生物互动，为重建古生物间的生态关系提供崭新线索。琥珀页岩虽历经板块挤压与高温变质，羽毛却未严重破坏，证明琥珀具有天然时间胶囊的保护效能。这项发现不只让科学家重新思考古生物能保存多久，也让人注意到一个关键：只要封存够快，环境够密闭，就有可能把时间停住，保存下原本早该消失的痕迹。2019年，科学家在澳洲维多利亚州昆瓦拉 Coonawarra 地层中发现10枚保存完整的羽毛化石，距今约1亿1800万年。当时澳洲上与南极相连，地处极圈内，冬季可长达数月无日照，气温极低。这些羽毛化石成为极地存在羽毛恐龙的直接证据。化石中包括蓬松绒羽与早期飞羽，绒羽功能类似现代鸟类的保暖层，推测来自无飞行能力的兽脚类恐龙；飞羽则可能属于早期鸟类。羽毛能封存空气，减少热量流失，是恐龙适应严寒的生理利器。研究显示，有羽毛覆盖的小型恐龙只需将代谢率提高约10%即可保温，若无羽毛，则需额外消耗1倍以上能量。羽毛的隔热特性加上恐龙可能具备的温血性质，使它们得以在长夜严冬中生存。这些羽毛可能是在换羽或理毛过程中飘落湖面，随细泥沉积而被保存至今。虽未与恐龙骨骼直接共存，但其生物学意义深远。羽毛不仅为飞行工具，更是极地生存的关键演化创新。这些化石证据提醒我们，生命要在极端环境中生存，必须具备弹性与多功能的适应策略。从羽毛恐龙的故事中，人类也能汲取灵感，思考如何设计出能适应气候变迁的未来城市与生活模式。1993年上映的《侏罗纪公园》，迅猛龙以光滑鳞片的凶猛形象登上大荧幕，成为当代人心中恐龙的经典模样。然而，随着古生物学的发展，科学家陆续发现多种恐龙具有羽毛，这些证据逐步改写了我们对恐龙的想象。到了2022年的《侏罗纪世界：统霸天下》与2025年的《侏罗纪世界：重生》，制作团队终于将羽毛元素带回恐龙身上。像是小盗龙与北漂龙的羽毛结构成为视觉设计的重要参考。为了呈现真实羽毛质感，动画团队运用流体模拟与次表面散射技术，让羽毛随动自然，视觉逼真，大幅提升视觉水准与运算挑战。暴龙是否有羽毛仍无直接证据，但电影选择在颈部加入羽毛设计，象征科学假说逐渐取代过去的鳞片刻板印象。同时，电影也透过基因赋予恐龙的剧情，触及基因编辑与物种复活等当代议题，启发观众对科学伦理与未来技术的想象。羽毛恐龙的出现，不仅让大众更贴近古生物的真实面貌，也让科学走进流行文化。从科幻到科学，恐龙的形象正在进化，
而我们的理解也与时俱进。这正是电影与科学激荡下最珍贵的成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走进实验室里。科学家从鸟类基因中发现来自恐龙的遗产。鸭与鸡等现行鸟类共享一组贝塔角蛋白家族，其中47条基因序列可追溯至侏罗纪的兽脚亚目，负责与之分叉的形成。利用 CRISPR 基因编辑，研究者敲除 J 贝塔27基因，幼鸡羽毛随即呈现与始祖鸟相似的丝状结构。鸵鸟的脚部鳞片也能在胚胎时期转化为羽牙，证明羽毛与鳞片本质相通，只是基因开关不同。从材料科学角度看，羽毛中的角蛋白纤维排列角度决定其弹性与导热效率。甚至有学者在乌龟甲片中发现类似恐龙皮骨板的晶体结构，暗示更深的演化连结。此外，纽西兰凯亚鹦鹉的透明羽具有高紫外线反射率，可能是白垩纪高紫外环境下的遗留特征。这些发现正在启发仿生纺织产业，开发可调节热能的新型材料。原来，鸟类的羽毛不只是温暖身体与飞行的工具，更是一段跨越1年的演化记忆。羽毛恐龙的发现重塑了我们对古生物的想象，也提醒我们，时间不只是过去的记录，更是不断塑造生命与地球的力量。约6600万年前，一颗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，释放相当于30万亿吨 TNT 的能量，引发全球火灾与气候崩溃。大多数恐龙因此灭绝，唯有部分体型小、有羽毛、具体温调节能力的物种存活，最终演化为今日的鸟类。地质记录显示，类似的大灭绝约每1亿年发生一次。每一次灭绝不只是结束，也创造新生命崛起的空间。而在短短200年间，人类工业活动已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推至320万年来的新高，地球进入由人类主导的人类世。我们的选择正在地层中留下永久痕迹，未来的地质学家或能从中读出我们此刻的行动。恐龙的历史提醒我们，适应是关键。如果人类无法在本世纪内完成能源转型与减碳，未来可能重演白垩纪末的黑暗时刻。羽毛也启发了科技未来，多功能、轻量、可自行修复的材料是仿生设计的方向，而社会也应如羽片般彼此支撑，密切合作才能因应快速变迁。当我们仰望星空，脚下的大地正在默默记录，今天的减碳决策将成为未来千万年地质层中的化学签名。就如同琥珀封存羽毛，我们也在封存人类文明的证据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曾在其他历史文献中发现羽毛恐龙的蛛丝马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与亲身经历，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。我是星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